现在芬兰呢和瑞典重新提出加入北约呢，反正他们直接理由应该这样吧，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嘛，使他们感到了威胁，这个他要寻求保护，他们认为北约可以提供保护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这个他们觉得这个俄罗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在军事角度吧打得不好，这个反映出这个国家国力啊，那跟苏联是没法比。这个而且现在俄罗斯主要的这个军事能力、军事这个资源嘛，都集中在乌克兰嘛。就他们现在加入北约，俄罗斯也腾不出手来进行有效的报复。北约当中的北美国家，特别是美国啊，它其实是从全球战略考虑，要彻底弱化这个俄罗斯。这俄罗斯的原罪就是太大了嘛，当你变到5到6个俄罗斯，我就放心了。他趁你病要你命，要俄罗斯进一步的那个整趴下，所以这是美国的思路。那么欧洲国家呢，特别是新加入北约的所谓的新欧洲国家，也就是东欧国家，他们历史上呢和俄罗斯的恩怨很重很重，所以他们也有同样的心理，就是要把俄罗斯啊是进一步搞衰败。所以就出现了就是2股力量合流，是吧？一个美国，一个新欧洲。这种孤立俄罗斯战略，至少在西方阵营内部是成功的，但是能持续多久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只不过现在眼前他们被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震惊了，于是呢就表现得比较一致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利益的分化，他们内部的矛盾会凸显出来。因为执行这种战略呢，还是有代价嘛。如果那个代价很高，这个就可能就随到了，就什么分担责任啊，这种东西矛盾就会凸显。那能不能就执行下去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。英美呢有特殊关系，这个特殊关系呢就导致什么呢？有时候美国不方便说的话，会由英国来说，这是一个情况。所以英国国防部长最近这个狠话呢，不排除啊，是美国人背后指使的，是吧？一种心理战吧。另外还有现实的利益呢，英国呢是已经离开欧盟了嘛，他很喜欢看到欧盟陷入某种矛盾状态，这样英国的战略优势就出来了。英国自己有自己的小算计，他希望这个矛盾扩大，好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。现在西方把这个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啊，成了一种习惯了。那么这种习惯呢，肯定会在各方面表现出来，然后对就是经济合作应该是不利的。那么眼前围绕着这 G20 财长会，是吧，出现的这种纷争吧，就是一个迹象吧。这个迹象如果延续下去，那以后我想这个很多经济合作都是会受到干扰的。这是中美关系一个新演算法。本来两个关系都有很多矛盾了，那么围绕这个俄乌冲突出来，也出现了新矛盾啊。这是一个麻烦吧，一个新议题吧。